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郫都区来探一家店，这家店开了30-40年，它的名字叫做庭院饭店，一起去看一下怎么样？这个店就开在马路边上，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。老板儿，你们试过？有啥特色菜？推荐哈。你看喜欢吃啥子？吃啥菜？小菜。有啥特色菜？凉拌土鸡。好多钱份啊？我们卖90块斤土鸡。按斤称的啊？可以来拌你们嘛？可以啊。来拌你嘛？我你的特色菜是拌猪蹄的嘛？还有啥子豆豆儿、洋芋啊？回锅牛肉啊？回锅牛肉点一个嘛？卤牛肉回锅嘛？啊，拌猪蹄、拌土鸡、回锅牛肉，然后还有个豆豆儿、洋芋。回土豆儿4个菜。好，就这些嘛。差不多了。你们的店开了好久了30多年。30多年了。你是老板是吗？哎呀，打工仔。你是老板，你肯定是老板。打工仔。哦。你们一家人开的啊？啊。哦。哪个炒菜啊？这师傅炒菜，2点半小师傅炒菜。这是你老公吗？对呀。哦。我的帅老公。老帅的。老帅的。老帅。3个灶啊，这都在外面。你看这里是烧的趴趴菜，炖的萝卜，3个灶。黑衣服这个是老板的儿子，右边这个是他侄儿，都是一家人干的生意。他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明档，前面也是厨房，3个灶，右边做凉菜。这个前面看起来店不大，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进来是一个桌子，一个庭院，庭院里面有6、7张桌子，相当于是一个4合院，包间都是包间。然后我们进来，你看哇，这边还有包间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边这包间不小，这哪里像老板说的10几张台啊？哇，这里面还有，这个一看就有30-40张台吧，还有2楼，这里还有几张台。现在逛了回来了，这个老板太低调了，这里起码有。我目测起码有40张台，他说只有10多张台，光厅都有好几个。对，啊，好大哦，外面更看不出来。啊，这个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后面这一栋楼都是他的。这个我们进来点菜才不到3分钟啊，菜都上了3个了，这个上菜的速度非常快啊！果然做事情还是要一家人上，没有人偷懒，对，扣得起手。先尝一下他们家90块钱1斤的拌鸡。首先不说别的哈，这个油可不止4两啊，我估计这里有半斤油，看到没？这个全是油啊。这个拌鸡香不香，就看油放多不多，其次看你的用料怎么样。先尝一下这个鸡啊，尝一下。看上去那个鸡的韧劲就很强。我刚才吃的这块呢是鸡腿，再加一块，它这好像都是鸡腿，目前啊看起来。这个鸡不夸张的说，跟牛肉有的一拼。这个鸡年龄起码是1年半以上啊。这个鸡为什么卖90块钱1斤？有它的道理啊。问题在。这个鸡给它选的特别好。哦，让我看到了，鸡胸在这里，让我看到鸡胸了，它是一整只鸡做的，尝尝鸡胸怎么样？这个鸡就是1年到1年半之间，鸡选的好，90块钱1斤不贵，而且我发现。在主城区，成都主城区很少吃到这种品质的鸡。一个怎么说呢？这种鸡越是主城区越是少，
而且越是到主城区越是贵。它这个半斤是肉半斤啊，口味呢就是比较香，这个红油的品质还是不错的，油放的足够多，微的麻，微的辣，鸡肉的口感比较脆，90块钱1斤，值得了这个价。再来第2道凉菜啊，这道菜是他家的特色，叫什么？拌猪蹄。我以为是扒蹄花拿来拌，没想到是猪蹄煮了之后直接拌。尝一个。味道跟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它调料应该都是一样的，调料都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油也有半斤，舍得给料哈。唯一不一样就是这个放折耳根了，尝一下折耳根，这个一点都不麻，几乎尝不到麻味，就是一个香辣味。然后跟拌鸡很类似，不一样的是加了折耳根，味道还是不错。这猪蹄45，分量够大。下一道。豆豆土豆泥，豆豆的话，这就是说的这个四季豆嘛，就是啪菜放进去炒一下，加了一下热，但是炒的话，感官上看起来炒的有点碎。这个是加了猪油，还加了一点菜油。有没有菜那个生菜油？有一点生菜油的味道。其实对于外省人来讲呢，他可能吃不大惯。那如果说生菜油味道太重的话，这个油炒之前先炼一下，炼到260或者280度，就会减轻一些，很清淡的一道菜。但是土豆呢，比城市里面的土豆要好吃很多。一般土豆白色的很少，白色土豆就更细嫩一些。好，下一道，80块钱1斤。回锅卤牛肉80块钱1斤，这里是多少？这里估计是半斤。先尝一下回锅卤牛肉，那这里起码是40块钱左右吧。这牛肉香味很浓啊，一吃就是黄牛肉，而且很嫩。它其实回锅估计就是卤完了之后切片，重新加点蒜苗炒一下，没有放豆瓣酱。从肉量上面来看呢，还是可以的，牛肉比较多。今天吃的几道菜啊，都有该有的味道。它这种味道就是比那种市面上的普通货更加有香味一些。那我觉得它这个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吃饭吃到一半，想起来我们是在郫县啊，郫县是产豆瓣酱的地方。这来了之后，没一个菜有用上豆瓣酱的。我们要不再去点一个他用豆瓣酱炒的菜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豆瓣酱的用量怎么样。走，加一个菜。有没得啥子豆瓣酱炒的菜呢？啊？用豆瓣酱炒的菜。回锅肉。还有啊？豆瓣鱼。豆瓣鱼。哦，那就炒个回锅肉嘛。就豆瓣回锅肉。我想起来到郫县了不吃。必须要吃郫县的特色。对呀。好，豆瓣回锅肉。你看老师傅炒回锅肉哈，他这个火永远是很虚的，不是很实的。等一下看一下师傅的豆瓣酱，抓一把蒜苗，白糖，哦，味精吗？我也是白糖，没有放盐吧那些哈？这不放盐，有豆瓣酱，放盐嘛味有点重。哦，用的鲜海椒做的吗？是干海椒做的？鲜海椒嘎，但是很多厂现在都是用的干海椒来做的。我们全部鲜海椒。你们一次做好多啊？做几百斤哈。哦，好。来，师傅，帮我勾一点，少勾一点，我上下味道。少点。好，谢谢。回锅肉炒的好不好，主要看豆瓣酱。我先尝尝它这个豆瓣酱怎么样，它用水调过的。这一看就是鲜辣椒做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它不只是红，看到这种没有？挂壁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豆瓣酱你们每天晒起的吗？卤制嘛，就是晒起每天翻是呗？每天卤起，只有郫县才做得出来这豆瓣。这个气候很适合做豆瓣。哦，润啊，湿度高。哦，因为我们这是最那个盆地的最底的地方的嘛。它湿度大才露得出来，它必须要露，才露水。你没得露坡哈，它就做不出这效果，永远做不出这效果。好，豆瓣酱尝了哈，这个豆瓣酱给我的感觉呢，鲜味更多一点，因为它是用纯的鲜辣椒做的。现在很多豆瓣酱厂，因为四川这个辣椒非常有限，它不可能全部用鲜辣椒。你想想豆瓣酱每年的产量多大，它就用干辣椒煮了之后搅成蓉。
来代替鲜辣椒。那干辣椒的话有一个问题，鲜味不够，然后水分过干。好处就是水分很干，这鲜辣椒不用去晒，节省成本。还有就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做豆瓣酱。那如果在郫县，你要用鲜辣椒做，只能在7、8月，最多到9月的时候才能做，其他的时候都做不了。但是用干辣椒就不一样了，一年四季随时可做。好，尝一下这个回锅肉吧。这回锅肉很奇特，它只放了味精、糖、盐、醋，什么都没有放。尝一下。它这个回锅肉有放2道肉，有放五花肉一起混炒。这边你看这儿，左它接你要这儿左点右点就它会。这个回锅肉呢做的就比较家常味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油比较重是师傅放进去的油，不是这个肉熬出来的油。就是以前很久以前啊，炒回锅肉的这个肉标的是40块，像那个肉的话，你放半斤下去可以熬出3、4两的油出来。那这个的话，它另外加的油，而且加的是菜籽油，那其实跟现在普通馆子里没有什么区别。但好就好在它这个豆瓣酱，豆瓣酱挺好，有酱的味道，但是呢，它又没有那种哈喉的味道。这豆瓣酱做的不错，做的挺好。回锅肉其实是川菜之王，但是现在做的好的真没有几个，不是做不好，是现在猪肉不好，肉真不行。来吃饭。现在我们饭吃完了，总的来讲一下啊，这个鸡由于鸡有点太老了，我们嚼的有点累，但是还是吃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个2、3坨，等一下我们打包。然后就是这个猪蹄呢，煮的偏韧了一些，也是嚼不太动，但是味道是好的。再就是这个回锅肉啊，肉质稍微差一些，手法是不错的。等一下我们这个打包。这个菜我们吃完了，这个回锅牛肉好吃，回锅牛肉也要打包。总的来说呢，是我们4个人点了5个菜，点的比较多，如果少点一个的话，应该能够吃完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买单，等一下来打包。帮我们算账吧，老板儿。帮我们算账。好，178。178，少哪里150。不该好多就好多。哎呀，我晓得你，哎，你多晒的。178呀。哎。我肯定帅一下。就是3年多的时候。好，来了哈，178。真奖励。我是第一次听老板说我帅的，178给150就行了。还是给了178。现在我们单也买了，我们4个人总共消费178，人均消费40多块钱。然后上的菜呢，基本上都是以肉为主。总的来说呢，它的味道是不错的。就是回锅肉的话呢，可能是猪肉的品质稍微差一些，但是无可厚非，只卖20多块钱。总结来说，就是他们的菜的分量都不小，你们点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沟通一下。然后口味偏柔和，人均消费40、50块钱。如果你正好在周边3、5公里的话呢，可以过来试一下，它这里环境还挺不错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